肩胛肱骨节律是我们身体的原厂设定。如果怀疑自己有肩胛肌、角度异常，或是肩膀经常有不明原因的痛，都可以透过检查肩胛肱骨节律来找到一些端倪。你可能会问什么是肩胛肱骨节律呢？简单来讲就是当手往上打开到180度时，肩胛骨要贡献60度，肱骨要贡献120度，比例要刚好是1:2。这个1:2的角度分配就叫做肩胛肱骨节律。不过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拆解得更加详细哦。比如说把整个举手的过程分成3个阶段，0到30度叫做 Phase 1，30到90度是 Phase 2，90到180度是 Phase 3。这3个 Phase 都有自己的原厂设定，大部分的肩膀问题都会反映在各个 Phase 的节律异常上。这部影片我要来说肩胛肱骨节律中肱骨的基本原理。如果这集点赞有超过1万的话，我就再讲一集肩胛的，这样就可以把肩胛肱骨节律的知识讲完喽。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在讲怎么导正节律之前，我先快速的让你知道完整的肩胛肱骨节律的这3个 Phase 是怎么一回事。在 Phase 1的时候，全部的角度都要由肱骨来提供；在 Phase 2的时候，肩胛提供20度，肱骨提供40度；在最后的 Phase 3，肩胛和肱骨提供的角度分别是30度和60度。不过肱骨会在这个阶段多了一个外转的动作。每个人韧带和关节囊的软组织都略有差异，不过基本上肩胛和肱骨的移动比例大约都会遵循1:2的原则。如果想要快速试一下自己的节律有没有异常，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拇指向上，慢慢的用各种角度把手举起放下，感受一下自己的手在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不正常的卡顿现象。也可以让朋友帮你录下来，看2手一起举的速度有没有一致。如果出现异常，就表示肩膀没有照着这个节律来运动。会让节律出现异常的原因，就是肱骨没有在鱼肱关节的正中心。鱼肱关节是手连接到身体的这个关节，从形状上看起来就像一个碗弓，包住你的肱骨头。那你可能会想，肱骨没有在鱼肱关节的正中心，也不影响我做出举手的这个动作那是因为肩关节是我们全身活动度最大的关节，所以即使肱骨只有小小的偏移，也不影响把手举起来的这个动作。那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肩胛肱骨节律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就必须要提到什么是关节中心位。关节中心位是保持关节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关节没有在中心位的话，会怎么样呢？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太空船要跟太空站对接的时候，会打开调整方向用的小引擎。小引擎的力量虽然远远不如主引擎，但没有小引擎的微调，太空船就没有办法精准的对接。如果每次对接的时候都撞来撞去，很快太空站就会变得破破烂烂的。对应到我们肩膀上，三角肌就是主引擎，三角肌没力，手会连举都举不起来。旋转肌就是小引擎，旋转肌没力肱骨就不能完美的在鱼肱关节的中心位滑动。每次卡顿都是鱼肱关节被肱骨摩擦碰撞造成的现象。久而久之，鱼肱关节也会伤痕累累。那要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知道会让肱骨离开鱼肱关节中心位的原因是什么。那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旋转肌没力，而第2个是周围的大肌肉太紧了。首先，我们现在讲旋转肌没力造成的影响。为了让肱骨总能保持在鱼肱关节的正中心，就得靠棘上肌、棘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圆肌这4大天王来调整。而这4大天王就叫做旋转肌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手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帮助肱骨精准的对准在鱼肱关节的正中心。所以如果4大天王的力量不平均，肱骨就会在鱼肱关节里面横冲直撞。了解旋转肌的作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让肱骨离开中心位的第2个原因，就是周围的肌肉太紧了。因为肩膀周遭不是只有旋转肌而已，还有很多肌肉比如肱二头肌、
阔背肌、胸大小肌等等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啊，都比旋转肌强很多。如果它们太紧，即使旋转肌的力量没有问题，肱骨头啊还是会被这些肌肉拉歪。知道这2个问题之后，要让肱骨回到中心位就变得简单多啦。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放松肱骨周围的肌肉，然后加强旋转肌袖，就能把节律还原到原厂设定。如果你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有肩胛肌的问题，这集的内容啊也可以搭配翼状肩胛和肱骨前移那2集一起训练。这些都是我会教给肩胛肌患者的回家作业哦。第一个动作，前侧放松，先找出胸小肌的位置，把中指放在肩峰上，手掌顺顺的平贴在胸口上，大概45度角的位置。这时候手掌的范围大概就是你胸小肌的位置，把按摩球压在胸小肌上，往前举手。也可以把球压在墙壁上，调整力道。手举高的时候，可以搭配膝盖往下蹲，可以更好的抓到胸小肌的位置。一边举手12次，每天做3组。再来往外侧移动一点，把按摩球放在肩膀前侧，大概是肩峰下4个指符。掌心朝前，才会把肱二头肌转出来。在这附近做定点按压，会特别酸痛的地方都可以停留，左右按压20到30下。按这里可以同时放松肱二头肌、胸大肌、阔背肌等等的肌腱，因为很多肌肉都附着在肱骨的前侧，太紧就会有圆肩或是肱骨前移等等的问题，而且前侧太紧会影响到后侧的拮抗肌发力，所以在训练后侧之前，可以先把前侧放松。这样才能增加后侧的训练效率。第2个动作，前侧拉筋。放松完之后，我们来拉伸胸大小肌。一开始面对墙壁，手肘45度放在墙壁上，肩膀不要耸肩。转身90度，靠近墙的脚往前跨，另外一只脚往后1小步，身体慢慢往前拉到胸口，感觉到紧之后，慢慢往另一侧旋转身体。注意屁股不要左右偏移。拉伸1分钟之后，把手往上移动到90度，再拉1分钟。然后把手往上再移到120度，再拉1分钟，两边各做1次，每天3组。第3个动作，侧躺旋转肌训练。接下来我们训练旋转肌袖中棘下肌与小圆肌的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侧躺，不要驼背，肚子缩紧，拿一瓶水。腋下夹一条毛巾，手大概打开到90度上下，尽量放松，让肱二头肌不要过度参与。接着靠肩膀的力量，慢慢的把手往天花板的方向转到底，停留5秒左右，然后再慢慢的放回来。注意，在训练的过程中，肱骨不要过度往前哦。这动作的目的是诱发棘下肌以及小圆肌，因为不用加入站立姿势，所以可以更专注的在单一关节的目标肌肉上。因为旋转肌很小，诱发不需要太重的重量，所以用水瓶或是小哑铃就够了，不要拿太重哦，以免受伤。1组8下，一天做3组。第4个动作，肱骨松动复位，用一条弹力带，一端固定在肱骨头上。另一端坐在屁股下，让弹力带有一个把肱骨往下拉的力量。接着把手往前慢慢举高到180度，这时候弹力带的出力方向刚好可以帮你把肱骨头往下拉回到鱼肱关节的中心位。1组12下，一天做3组。接着手往外打开45度做1组。
打开到90度做一组，全部的角度都要保持大拇指朝上，这样可以让肱骨练习在各种角度都能维持关节中心位。一组12下，一天做3组。想要知道更多肱骨松动复位的运动，可以参考这部影片里的运动，里面有更丰富的动作哦。最后一个动作啊，我们来训练功能性外转。拿一条弹力带绑在身体前面的下方，手肘往后拉到外展30度的这个位置，大拇指往上往后转。这外转动作要注意手肘不要掉下来，转到底之后停留。接着大拇指保持向后直，手慢慢的往上举到最高点。这训练的目的是要让旋转肌练习在不同角度下的发力。当旋转肌在各个角度都能正常发力之后，就能让肱骨头一直维持在鱼肱关节的中心位，保护那个腕弓不会被撞得伤痕累累。这么一来，你就能离健康的肩膀更进一步喽。其实肩膀的问题可以很复杂，比如颈部神经压迫、核心肌群不稳，或是整体动作控制等等的问题。肩胛肱骨节律只是最基本的环节，何况今天啊，我只讲了肩胛肱骨节律里的肱骨而已。如果你的肩膀真的很不舒服的话，建议可以先去找复健科或是物理治疗师评估一下，不要忍耐，也不要留言问诊，以免小问题被拖成大问题。肩膀啊，真的是很难处理的部位哦。在准备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把这么复杂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因为我只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被肩胛肱骨节律啊搞得很痛苦，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最后啊也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考完试啊也只记得1:2的比例而已，更不可能知道啊是怎么样用在病人身上的。如果你是物理治疗系的学弟妹或是健身教练，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可以帮你加速搞懂肩胛肱骨节律的机制，还能应用在实务上。那最后啊，如果这一集点赞超过1万的话，我就加把劲，把肩胛肱骨节律里的肩胛骨给做出来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